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国际间有很多的大事，大家知道吗？美国的蒙大拿州它有一个空军基地，空军基地里头有2处核飞弹基地地下发射控制中心，被监测到有一种可能的致癌物。重点来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服役的美军啊，还有包括他的眷属啊，到现在累积起来，居然有268个人罹癌。这个事情很严重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地的媒体，包括美国的媒体都在追踪报道。这是在1月份，光是1月份，蒙大拿州马姆斯卓空军基地就已经被爆料有至少9名负责发射飞弹的现役还有退役美军罹患一种叫做非核结晶式淋巴瘤。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癌症？这是一种血癌，为什么？那当然就是跟核放射物可能有相关啦。现在大家在这样子往这个方向来解读，而这个地方很重要，的的确确，还记得吗？今年2月份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那个时候有飞越蒙大拿州哦，那美国人他就言之做作的讲说，哎呀，这个果然是间谍气球，因为你飞越过我蒙大拿州里头就有我们的飞弹基地，你是要来侦查一些资讯的哦。那个时间点呢，很多分析家就推测说，这个气球搜集资料主要的目标是就是被誉为美国末日基地的马姆斯卓空军基地。因为这个地方有150座义勇兵3型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井，是美军核武弹头最大规模的储藏所所以这个关联就出来了那为什么要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核武的储藏所呢？不是说大家都不要有核武吗？那我们担心的核子战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看到吗？而另外我们看到国际间呢，中俄的这个联合的军队它的军舰现在慢慢的逼近阿拉斯加。其实离美国领土还非常的远，可是美国人非常紧张他也派出了4艘的驱逐舰，还有1架的 P8A 的海神式巡逻艇巡逻机要回应中俄的舰队。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发言人刘鹏宇他就讲了，他说这一次的巡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我是自由航行可是这个美国人他觉得不行，我要紧急出动来应对来观察。而另外呢除了中俄跟美的对峙，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非在南海这个地方最近也蛮动荡的，主要就是仁爱礁这一块中国大陆现在发动水攻吗？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补给船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的说法是说，8月5号，中国海警船的确对一艘比较小的菲律宾的船喷洒水柱，可是他们说水波没有击中这一艘补给船。可是呢，菲律宾很生气，他7号就召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连抗议表达这个冲突不 OK 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是口径一致说，我们全程都理性克制，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要做出必要的反应，否则你一直去补给那对于他们的主权就有伤害。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也发布一些 statement。那另外，美国的一个智库研究员他就讲这一次中非的一个海上的冲突，目的是什么？目的在于试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线，还有灰色地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美菲联防条约它里头有载明说，任何一方当他遭到武装进攻时缔结的双方进行协商，要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什么意思？中国美国跟菲律宾它有一个这样的合约，如果有一方被攻击，我们就一起联手去打那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中国呢？因为中国不是对这个菲律宾的船舰这个补给舰喷洒水柱吗？所以他们是在探寻这个底线吗？双方的底线吗？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不仅发射水炮，他还集结10艘舰艇集结仁爱礁要恫吓菲律宾。我们看到哪10艘呢？包含6艘的海警船，1艘的051B 驱逐舰，2艘056A 的护卫舰以及1艘053H3 的护卫舰洛阳舰。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官媒
中国的央视它公布了歼20的最新驱逐外机的画面。观众朋友，我们请导播来让我们看一下。这是解放军在发现一架不明身份的外机接近中国大陆的领空之后，派出了2架歼20起飞，在相关人员的指挥之下，做出两面包夹的动作进行拦截，并且对敌机发出了警告。随着对方的离开，最后完成了驱逐的任务。这是我们看到对岸的央视特意公布这一段画面。那当然，央视公布这一段画面，它是有意义的。我们请教郑源哥，郑源哥怎么看呢？洲际飞弹的基地是核子武器的一个重点。虽然说在这个蒙大拿州的这些洲际飞弹只有100多个井，可是它储藏的核子武器的数量是这个的好几倍。核子武器的储藏跟一般我们在核子潜水艇或核子这个航空母舰还有核电厂，它储存的性质是不一样。第一个，它是要准备要爆炸的。所以它不会做一个高强度的防护，不像说核子航空母舰要做很好的防护，因为老是有人共同生活嘛。那核电厂也一样要做很好的防护工作，所以很多核子辐射不能让它外泄。像我们台湾的台电公司那么在这个核电厂工作人员里面从来没有这种所谓的血癌偏高的情形，30-40年从来没有，所以表示我们的核安工程师对我们的核电厂的护卫有到达国际水平。可是核子武器是不受这种国际原子能总署检查的而且核子武器的储藏的状况，除了美国自己能够检查，也没有人知道它发生什么事。可是这不是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出来，美军的这些核子武器基地里面有很多人得到血癌。那血癌就是核辐射第一关的最重要的征兆。是，那这很清楚啊，就是你美军没有把核子武器做适当的储存。那也比较松懈，因为你们认为反正这是要丢出去要炸别人的，所以你某种程度你轻忽了，那难怪当地的居民会找你这个抗议嘛。那你还想说什么中国的这个气球，中国的那个空飘气球里面现在完全找不到这个辐射性的侦测仪器啊，那你没有你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太爱做文章了，我是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啊。中国跟俄罗斯的军舰靠近阿拉斯加，不能这样解读啊！要学美国人的说法，这是自由航行，这是个公海，甚至还不是经济海域啊！所以你美国人有什么好讲呢？而且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讲得很有趣，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这句话不是美国每一次跟日本在抓的演习的时候都不针对第三方吗？所以语气大家互相运用，就不要怪谁了。至于这个仁爱礁的问题即使不是喷水柱的问题，是仁爱礁的主权问题。到今天为止，美国都没有承认仁爱礁是菲律宾的领土。那如果仁爱礁美国都不承认它是菲律宾的领土的话，那你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补给船靠近它洒你水，这个已经比什么客气？比我们台湾的渔民到钓鱼台海域被日本人直接用水柱冲，然后直接用这个所谓的海警船驱赶。客气很多了吧？可见这个中国方面讲说全程理性克制，的确是如此啊。所以你做文章没有意义啊，因为仁爱礁美国都不承认是菲律宾的，你拿那个联防条约有什么意义啊？一点意义都没有。是，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美国在发现他们自己的这些军事基地造成他们的美军的工作人员这些军人还有他的眷属罹患癌症，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马上就开始进行处理那也就是说，当他们证实说，这么多人罹患癌症是跟他们的放射性物质有关，他们就开始进行处理。这是一个对自己的军人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可是问题是，当美国在琉球群岛的军事基地，它所排放出来的那些有毒的废水，以及在东京的军事基地所排放出来的有毒废水，造成了东京市的市民还有琉球的很多的人都罹患癌症，他们却不闻不问，而且不处理。那这些居民，这些痛苦的受害者，他们拿了很多的证据，然后地方政府也都要求他们的中央政府，就是日本政府还有美军要负责任，完全不闻不问。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态度。
也就是说，当他发现他的军事基地造成自己人的伤害的时候，马上就进行处理；造成日本人的伤害的时候，那是你家的事，继续排放毒，继续污染他们的农田，继续污染他们的一般的水那个耕田用的水田，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排毒。我觉得这个就对于当地的居民很不负责任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中俄的这一次的庞大的这个11艘的这个舰队进入了阿拉斯加，其实就直接把美国的本土不受攻击的这个神话戳破了。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完全幻灭了。以前美国它可以自豪的是，我有两洋的保护，而且我有强大的海军、空军，所以我的本土不被攻击。那这个中俄的联合舰队进入了阿拉斯加，未来也有可能再往南走。那他已经证明了，就是说他完全有能力直接用海军、空军的力量，因为未来航母也会往南走，那么直接攻打到美国的本土。美国的本土以后将要直接面对的是海军的攻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过去你美国的军队一天到晚到人家的家门口，你现在也要开始接受人家的舰队到你家的家门口。你说你有航行自由，别人也有航行自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来，我们请教彬哥，彬哥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歼20为什么央视会公布这个驱逐外机的画面？这个其实这当然是一种宣传。那外机是美国的军机吗？F-35是这个很明显啊，对啊，应该就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刻意的动作，因为你看中间有画面的剪接啊，彼此互相互拍啊，所以很显然他们这样的接触一定绝对不止一次，已经好几次了。那他这一次是故意特地拍这个影片，就是一方面向对内宣传说我们是有能力阻挡美军的先进战机，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警告就是对手。就是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可以完全应付自如的。那你也不要随便乱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宣传意味非常浓厚的一件事情那只是我必须讲，像刚赖老师提到这美军基地的这有害物质，这是多氯联苯。哦，多氯联苯。多氯联苯在台湾其实曾经造成过非常大的伤害。对。那这玩意儿呢，现在其实是不是确定是它造成的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曾经接触过大概21000人，那目前只有200多个，包括眷属，所以还不完全确认到底是不是这个东西。但是积极去查当然是好事，因为其实美军用了很多东西是污染性很高的，致癌性也很高的，包括他们现在平铀穿甲弹跟平铀装甲造成的问题，致癌的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可是我必须讲，那个基地说是气球要去看，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你那个是固定基地，它不会跑。那个早几十年大家都知道在哪里了。这卫星应该看得到吧？就看得到啊，因为它不会动嘛。对，它又不是到处乱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气球去追这个实在是蛮离奇的。那至于说他们讲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试探美菲共同防御的底线，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应该反过来吧，是美国现在唆使菲律宾不断去测试解放军的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才比较正确吧，因为解放军其实本来没有拦他的饮水啊、补给这些东西，然后是你要运建材上去，所以他才做的动作。所以是谁在测试谁？我觉得恐怕根本是反过来。那至于说他目前在附近集结的10艘舰，为什么菲律宾这么严肃看待？因为这已经超过菲律宾全国的海军力量。对啊，所以这个对菲律宾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10艘哦，对。是，所以我们来看看呢，其实这个国际间还是用拳头哦，就要看实力原则。而我们邻近的香港，最近香港首富李嘉诚哦，他的一出手哦，让大家议论纷纷。他丢出一个震撼弹，他在香港新建的一个大的建案哦，他打7折抛售，吓死人啦！我们现在在台湾讲居住正义啊，大家都说房价还是不跌，可是你看到他盖了一个这么多的楼盘哦，他旗下一个新建案叫青海2哦，青海2打7折出售哦，比周边的中古屋还要便宜3成。那大家议论纷纷说，哎呀，他是不是要这个兑现哦？就是这个把大笔的现金拿着，然后要到其他地方投资哦。那也有人说，因为香港的房地产要崩盘了，他赶快逃命啊！哦，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它的脉络哦。必须讲哦，香港哦的房价一直为人诟病，可能是全球数1数2的贵，那也造成很多香港居民的痛苦。于是我们看到李家超，香港特首哦，他为了要消除民怨啊，他最近宣布他要
要盖公屋哦，公屋就像我们的社会住宅差不多那样的意思哦。所以去年底李家超发表任内第一份的施政报告，他就计划推出全新的简约公屋，未来5年要新建大概3万个单位，大概就是3万户哦。结合简约公屋和传统公屋，就是社会住宅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提供便宜的房子给这个民众来住哦。所以是不是李嘉诚因为看到这一点，就赶快把房子给抛售呢？用低价用7折来抛售呢？不过我们之前讲到李家超这一个人最近呢被大家谈论到的是他被美国制裁，因为2019年。反送中运动嘛，他当时是香港的保安局局长那因为反制中国，因为这个美国要反制中国，所以把他列为这个制裁的对象，到现在没有解除。于是APEC 不是要举办的吗？李家超有可能没有办法到美国去出席 APEC。那这个我们看到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叶刘淑仪就讲说，这跟当时 APEC 的初心违背了所以很可悲。那包括毛宁也说这是错上加错。经济新闻方面，我们看到美国金融股重挫，穆迪调降美国10家银行的评级，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有在做股票的人美股收黑。道琼下挫158点，我们看到美国的中小型银行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危机的？因为它的评比又被下调1级，有6家重量级的银行列为评估降评对象包括什么呢？包括纽约梅隆银行、美国合众银行跟厨艺银行，都算是有名的银行，虽然是中小型的那另外我们再看看呢，像这样的降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也有一些人出来灭火，说哎呀没有啦，没有怎么倒闭啦美国银行行业还很强劲那这个我们看到穆迪的副董事总经理他就讲，美国银行没有为利率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不是另外一场风暴要来袭呢？包括这件事情，大家看看，美国有一家100年银行叫做这个富国银行它有客户的存款不翼而飞耶。今年3月有客户反映在富国银行的存款消失不见了，当时富国银行他有说是技术问题啦，拍谁啦，结果不到5个月又来了，我钱存在那儿100万200万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子呢？那高盛也说 FED 如果不降息的话，会冲击美国经济，并且引发另一波裁员潮。来请教郑源博士。李嘉诚盖的房子不是一般人住的房子，它是豪宅，商用人士在用的。你看它每平方英尺是60958块，换算成台币的台湾的习惯算法，每一平就是新台币210万。然后如果他打折以前说打7折，表示他开盘的时候价钱是300万，这不是一般香港老百姓住得起的一平300万台币，对，那打7折也有210万，还是很贵，比台湾大部分的房子都贵。对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豪宅，它绝对不是李家超所谓盖那个什么简约公屋社会住宅那种价钱能够比的。那为什么他打7折不是降价？因为李家超很坏。本来在他盖的这个东西是号称清水看海的日子，多高档的豪宅，就前面有一块地李家超批准他盖一般的房子，所以整个的房价他不得不杀下来。因为香港财团有一个很坏的地方，以前都会去想办法去控制香港特区政府或以前港英政府，就说哎呀，你不可以扩大盖一般老百姓的房子，你很多土地你不可以随便用随便开，所以香港的土地是有被这些财团跟政府限制的，所以好几任的香港特区首长都要去解除这种土地限制，甚至还要在新界找很多土地来盖一般的房子，做副都心等等，都被这些人反对。他们反对很有理由，找很多环保学者去反对，他们财团付钱给环保团体去反对你扩大这种规模。那现在呢？香港反送中以后，以前北京不管在香港反送中，因为北京痛定思痛，这个住房问题不能不改，所以给李家超很大的底气，还在那个什么靠近深圳的地方划了一块地说这个东西你可以盖新都心，就像我们盖什么新市镇一样那北京搞不好就说好吧，我这个深圳土地往后退，给你香港多一点，那你香港财团就控制地皮的能力就会被削弱。所以我觉得
李嘉诚啊，赚这么多钱可以了啦，可以了，不要再搞东搞西。美国要制裁李家超，设立类人，你制裁李家超，那习近平去不去？你这明白是打狗不看主人嘛？我不说李家超是狗，李家超执行国安法是谁的意思？北京的意思、对嘛？所以你这个美国不是整天想要扒着这个跟习近平见面，而且更搞笑的。他制裁李尚福，说李尚福我要跟你见面，最好你能到美国来。那制裁李家超说你不准到美国来，都是你说了算，是不是？这个世界可能不能这样玩的。美国的金融股啊，它中小银行是有问题，我们不能否认说美国中小银行是有问题，但是美国大银行有没有问题？美国大银行经过这几波的所谓压力测试啊，应该都可以过关。可是问题是，老百姓接触小银行比较多啊，因为美国大银行都是在大都会里面才看得到这个美国大银行很少到那种小乡村里面去设点所以对于很多的美国老百姓当然会害怕嘛那在这种状况底下我想，拜登啊，是不是管你自己比较实际啊不要整天在外面东扯西扯的，会不会因为利息太高而就造成美国的经济衰退？理论上会但是时间上还不急，因为现在利息这样拉了一整年的话，如果以过去的经验会产生衰退，也应该是在美国总统投票选举前，现在还不太容易发生。那这个可能也是拜登要去担心的地方。Goldman Sachs 是高盛是先提出警告了但是富国银行是美国10大银行啊，怎么搞得人家的存款不翼而飞而且发生2次对啊富国银行不是一般的银行不是信用合作社对啊是美国响当当的这个技术问题，要不要怪中国大陆？是中国骇客是不是？实在是很不对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赖老师跟我们说说香港的房屋问题。香港的房屋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是不只是售价的价格太高，其实连租金都高到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我看到当时这个学运之后啊，中国大陆驻香港的这些高阶的官员他们就到了这些棚屋或者到了他们的一般的居民去访问。了解这个香港的居住的问题，他们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他们就马上会去看说你物理的条件有没有还有多少空间。那也就是说，对整个香港的一个地方进行了解。那你的新生地用填或是用其他的方法，还有多少空间？那另外那就是卫星了，就等于是粤港澳大湾区旁边的这些卫星的这些地方。例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像南沙啦，还有很多旁边都在整个像中山县都是在整个大湾区内的，而且呢用这个基础的交通建设把它做好，那开始兴建。我觉得单香港自己本身就要盖5万户，然后在周边的这些都盖起来，那你想会不会产生供需的问题？是，我觉得李嘉诚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很清楚的知道，一旦这些东西开始完成了以后，那供给量开始增大了，然后香港的这些移民的人口如果经过有限度的控制，那供需一旦调整了以后，你楼市就一定会往下走。我觉得他趁这个机会赶快变现打7折都卖。我个人是认为他是知道中国大陆的中央他们的决心是很强大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新建这种大楼盘的这种经验，对大陆来讲那是很快的，一批一批的这些住宅群全部都会盖起来。所以5年3万户，我们听起来不可思议耶。我们台湾要这居住正义不是要有社宅吗？台湾不能比了，怎么样都是盖不满。大陆对他们来说，这个真是小 case， 很快的就能够建完了。他们的施工的方式。你看到大陆的施工一天一层一天一层这样上来，你想都想不出来，他们就是有办法这样把房子盖起来。所以我觉得供需会产生变化，他很快的，赶快先脱手。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本来是做对事，后来做错事，为什么呢？本来有邀请李家超，后来因为国会有人反对，他们的国务院又把这个邀请函又收回。那美国自己把自己搞砸了，为什么？因为
当他不邀请，因为李家超他是有权利哦，美国是有义务跟责任要做。一个你的责任跟义务，那也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个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而当你违反了以后，那很有可能会受到抵制。一旦如果你美国办 APEC， 你受到抵制，那这个活动就难看了，就在美国就很难办了。如果美国真的玩这个游戏的话，那我相信对于拜登的选举绝对不是好事。是我们赶快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彬哥来看看这个经济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李嘉诚他这个，我个人认为，因为他这个案子本身户数并不多，只有100多户而已。那他打70万，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那个前面哦，本来是个鱼市场，就现在拆掉了要建大楼，那会把他 view 整个都挡住，所以他可能想说。那个房价大概不容易上来，而且再加上港府现在确实是有在打房。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之后3声5令一直想要打房，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一些效应出现。那对他来讲，因为他投资的事业太多了啦，他什么通讯啊、金融啊、自来水啊，然后发电厂啊，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资金转换太慢。那对他来讲就是小小一批，然后说100多户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对他来讲根本没有什么，他赶快弄掉。这个地方贵到多离谱的程度，刚委员已经讲过，一坪都200多万以上，然后它最小一户只有5.9坪，也太5.9，不过它是10坪，它是10坪啦，他们是10坪制，不像我们台湾还要扣掉，我都不知道花1000多万就买个5.9坪到底在干嘛，但是在香港那已经好像还不错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他们的整个世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至于说这个李家超的事情 ，APEC 如果不让他去，我觉得干得好。就这样做啊，你就这样做啊。我看你会怎样啊？因为我认为李家超如果被挡，习近平大家就不会去。那习近平如果不会去的话，你美国自己是 APEC 主办国，到时候你就看着办。所以我就觉得，美国如果要这样搞的话，就是他过去又派这个布林肯，又派这个叶伦，这样3番4次来，雷蒙多不是过2天还想去吗？那搞不好如果这样的话，雷蒙多大概不用去了。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样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政策照理来讲要有连贯性，你一下这样一下这样一直摇摆不定，你叫不管是你的对手或是你的盟友来好，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你的话，怎么样去跟你大家彼此沟通？我觉得这是美国自己要去考虑。那至于说金融这个问题，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现在金融问题恐怕慢慢有点像炸弹一样一个个爆开，因为前几天不是他才被惠誉降评。然后现在这个穆迪又来，那表示这不是单一事件，因为上次惠誉降评的时候，叶伦说你们都用过时数据啊，那搞错了，你们都没有看到现在真实的状况。那叶伦穆迪这次再解释一下，再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美国确实是有它隐藏的问题啦。那这是你也骗不了人的，因为这些人的钱都在你这边，他当然要赶快做出反应啊，不然的话，难道跟你抱在一起死吗？他又不是政治家，他是完全是投资金融的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本质的问题不去解决的话，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民调有人信，有人不信。可是如果是内参民调呢，连看都看不到，那是拿来做选战的工具吗？我们先来看看呢，民众党继国民党之后呢，他们也丢出了内参民调哦。我们看到发言人陈智菡说啊，哎呀，我们党内有最新的内参民调哦，赖跟柯都是30%以上，而且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哦，两个人不相上下。可是侯呢，不到20%哦，他讲了这个言之做作哦，可是我们看不到嘛哦，就像朱立伦主席8月1号不是他率先讲说，我们已经看到内参民调了，目前侯已经追上柯，跟赖的差距非常小。
结果被笑了我不会演啊，很多人都酸他说啊，你把提出来后大概批判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呐8月5号朱立伦主席他做了修正，他说没有啦，我们的内参民调显示侯友宜的民调明显上升，可是离胜选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听起来比较 make sense， 比较合理啦所以我才说嘛，内参民调因为你没有公布嘛，随便你讲嘛。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现在蓝营团结的气势到底进行到哪里了呢？包括侯友宜市长的便当会在礼拜1举行的，他邀请了双北的小鸡们一起吃便当，大家抡起拳头共喊团结真有力看起来其实这个气势是不错的那他在这个会议里面呢，他坦言说，我的民调比较后面，他蛮老实的，我的民调比较后面啦所以你可以看到蓝白现在在干嘛？互相放话，因为担心气势没有起来嘛，担心被气饱嘛，所以故意放话说，哎呀，我的民调高，我的内参民调有起来所以其实我们选民看的也是不飒飒我们还是相信 TVBS 的民调，我们都会定期公布大家要锁定 TVBS。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绿营在干嘛，他最怕的就是蓝白合那如果你蓝白合了那可能绿营他就这个大位不保了，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副秘书长黄健嘉他就故意说，你们蓝白要整合啊，你根本就是碟松一样汤啦搓圆仔汤大联盟他说你们这个不行你们这个就是公然在搓圆仔汤，而绿营的策略现在看起来是在打柯他打侯的力气只有3分，打柯的力气看起来是7分你看到包括有人形容这一位猫这一位这个先生4叉猫是这个绿营的这个黑柯大将你看到他每天都在挑民众党的毛病，包括说他花800块请走路工说这个什么柯文哲举办姐妹之友茶会有很多的丑女的标签要私下笑死啦，还有什么空姐的舞蹈是这个物化女性实在太多了，实在举不完了。那另外他也提出来大家知道民众党在金门不是要提名一席区域立委吗？那他提名这位女性叫尚文凯，她是这个金门的议长欧阳宜雄的太太4叉猫就去 Google 去找资料说这个尚文凯的先生他曾经是天道盟的组长就是说是黑道所以只要有任何对这个民众党有不利的他都会把他给这个宣扬开来某种程度就是在打柯嘛。而另外学姐黄静莹，过去我们觉得她现在也一样了，我个人觉得他的形象还蛮清新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镜周刊》爆出来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关说案这个也是4叉猫说的那包括其他的这个绿营的民意代表也跟进说，学姐黄静莹有帮一位网红关说违建违建的图在这里，增建前增建后然后如何包括也有一些证人说这个学姐用第1高票之资当选议长之后有致电关切违建拆除案结果黄静莹今天其实有回应，她人在国外，她说我要告《镜周刊》，他没有关说要采取法律追诉程序，那就让他们去打法律战吧。那可是还有一些这个花边新闻啦就是《镜周刊》现在看起来一直不断的在这个翻这个民众党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丑事包括大家记得这个人嘛，叫蔡宜芳他曾经真的是民众党的一员，也曾经代表民众党去参选立法委员，可是现在已经淡出政坛了那这个《镜周刊》就报道说，大亨和2个女儿饭局爆全5行名媛富豪都惊呆那讲了一个场景啦说在这个大同公司董事这个吴振龙名媛和莅临都出席啦，冠该云集的地方有2个女生跑去厕所打架，争风吃醋其中一个就是蔡宜芳，然后还特别点出来说，蔡宜芳曾经代表民众党参选立委所以哪里有负面新闻就立刻就扯，只要民众党有负面新闻就立刻把它这个放大放大再放大，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打民众党不手软，另外也打馆长因为馆长大家记得吗？716游行那天不是这个看起来像柯文哲的主场嘛，所以现在绿营也在打馆长，因为打馆长等于在打柯吗？你看到呢，最近馆长开始也被卷入物化的这个争议，为什么？因为
他说你赖品妤穿那么辣哦，然后这个王美花哦羞辱啦，对，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很不好，不要攻击别人的外表哦，也不要攻击这个各种女性有自己穿着的自主权。可是你可以看到赖品妤又跟馆长两个人在对骂了哈。陈之汉说，民进党的立委赖品妤 cosplay 是在物化动漫，穿那么辣，什么什么的，都怎么样。赖品妤还有民进党的性别平等事务部就跳出来说，严正谴责，这是性羞辱跟性骚扰，对。拿别人这个身材做文章真的不对，我们也不鼓励。可是你看到过去哦，有这么多的争议呀哦，这个馆长也是也曾经被羞辱嘛。那另外你看到过去蔡总统是怎么跟馆长结合在一起的啊？感谢馆长相挺，捍卫这个主权决心。现在馆长不挺你了，他就已经被这个打到看起来是18层地狱了吗？哇，打下去这个侧翼打的一点都不手软呐。我们先请教彬哥你怎么看？包括所谓的内参民调是选战工具吗？我讲民众党公布这个民调是因为朱立伦讲的那句话之后，但是他也没有真的公布，只是嘴巴讲说这个赖跟柯两个都是30%以上，那侯友宜是掉了20%以下。那他是针对朱立伦那一个，好像侯友宜已经压过柯文哲，要追上赖清德这样去讲。我就直接说两个我都不信，我真的都不信，因为我这种东西你完全没有任何都你们自己嘴巴在讲，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去判断，也没办法去相信啊。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一般的民调来看，好像跟他们两党的内参民调的差距太大，所以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可信度，就没什么好去评论的。那至于说蓝白合是不是手银压腾？我觉得，如果这个算手银压腾的话，那民进党过去每天都在手银压腾，我就不知道了。那至于说蓝白合就民进党一定会害怕吗？其实我是认为恐怕都不止，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郭还在动作频频啊，所以郭如果没有办法也跟他们合的话，你要赢民进党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郭能够带走多少票，而且你蓝跟白合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不爽的人，那这些人的票到时候可能也投不下去了。那你就确定蓝白合就一定能够赢绿吗？这个也未必哦。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都很混沌啊。那大家就看未来怎么发展吧。那至于四叉猫这个，我根本懒得讲，因为其实四叉猫现在跟陈时中一样，他现在是在帮那个在野党助攻，你知道吗？是吗？他讲的越多，其实对民进党的伤害越大。是，四叉猫都不知道他的名声整个臭掉了。你知道他现在就个臭人而已，他讲什么只是让人家觉得他很好笑，所以我希望他继续讲没有关系。他最近一直在挖民众党的痛脚，但是他挖的都是一些阿萨布鲁的东西啊。然后讲他去挖这个尚文凯这个东西，我觉得 OK 啦，你要去就去挖，反正这个可以公平嘛。而且我本来也不觉得尚文凯选得上，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去挖这个没什么太大意义啊。那至于学姐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案子哦，包括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还有无党籍，因为无党籍是林瑞图，全部都被这个人拜托过。哦，他到处去拜托，他到处去拜托。那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好几年了。那学姐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关说？因为他承认他确实有接到这个案子，那有打电话去了解。然后了解之后有没有做动作？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是。那如果没有做动作，你民意代表接到案子去打电话了解一下，很奇怪吗？你不要说是民意代表了，我都常接到一些东西，然后叫我去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那有的时候迫于人情，还是不得不去问。那问了就代表我能关说，或是我要求对方怎么样，也没有啊。我只是去了解到底什么事，能帮就帮，不能帮就不能帮嘛，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学姐现在要采取法律动作，我赞成，非常支持，就直接用法律动作来证明彼此之间的清白。那蔡宜芳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好笑。蔡宜芳现在根本已经不在政坛了，什么厕所打架，然后他在厕所打个架，是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那就算真的又怎样呢？而且不要忘记，蔡宜芳后来是被谁勾走了？是被张义善。没错。对啊，张义善是谁的人？张义善是民进党的人哎，你们忘了这件事吗？所以你现在到底是怎样？是因为他跟张义善分手了吗？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分手了这样报仇吗？还是怎样？我不晓得啊。这样到底会臭到谁？我真的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爆这种料超奇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人也不在政坛了，那爆这种料到底干嘛？而且他到底争什么风吃什么醋，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瞎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就是所谓的物化女性，包括民进党
跳出来，因为馆长批评赖品妤嘛，对，就民进党就跳出来，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说女性有选择穿着的自由。我完全同意啊，女性有选择穿着的自由。那请问一下，那些舞团为什么没有选择穿着的自由？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民进党的人有选择穿着的自由？然后再来，我还要讲一个，你们讲话根本已经违反性平原则了。人都有选择穿着的自由，好吗？为什么只有女性有选择穿着自由，男性为什么不行？对，男人也可以选择穿着啊，为什么不行？你们到底是什么概念？所以民进党讲性平啊，他连基本性平概念都没有，这种党出来就是闹笑话而已。是我还记得这个民进党有一度很久很久以前，好多立法委员都穿着小蓬蓬裙嘛，在立法院嘛，就是说人有这个选择怎么样打扮的自由。来请教郑源哥，最近民众党不断的被民进党的主轴侧翼啊，还有网军攻击，这是好现象啊，表示民众党有行情啊。刚才主持人讲啊，他是7分打柯，3分打侯，那表示侯还落后嘛，所以侯要急起直追。有一天整天被民进党攻击，表示你有行情。哎，这是比什么民调还准啊！你不用跟我讲说民调什么内参外参，TVBS 民调最准啊。如果看 TVBS 民调，民进党当然要攻击柯文哲嘛。对，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啊？你如果谁上来第2名，我把你打下去；第3名上来第2名，我就把你打下去。好，刚才阿兵哥讲对了哈，这个柯文哲侯友宜不合啊，合了不一定选得上，不合我跟你讲就不用选了，就直接输了嘛。所以还是合是最好的选择的方向。那怎么合啊？我跟你讲嘛，因为我们以前哦，这个苗栗有一个立委哈。2个立委党内相争哦，没办法，什么民调也差不多，第4也差不多，就到那个庙里面哦去拔杯啊，最后有一个人哦拔赢了3杯啊，那个人就来参选哦。如果实在没办法，这个台湾民众最能够接受的方式，你们这2个人就跑到庙里面去拔杯，这是委员的建议啊。对啊，这是个现实状况啦，对不对？不然讲也讲不通啊。叫你们和，那唯一就是我们大家抵制他们，你们不和我们抵制啊，我们都不支持，看你们2个怎么办，逼你们和。那正是因为柯文哲跟侯友宜不和，才有郭台铭的空间。那郭台铭立场很简单啦，你们2个和都落选，我差我一个一样是落选啦，那大家都落选啦，这样好了，我进来逼你们大家一起和，这也是个办法，也是个考虑的方式啊。郭台铭给你几个月时间，你们2个合不来，那我就插一脚进来，大家来讲和，正好3个就到关帝老爷庙，或者是那个妈祖庙，或者叫严千标姐当庙公主持一下，等他保不一把，不怎么办？我们找不出办法啦。3个人保不会。对，那你们如果不合，不管2个3个不合，我鼓励大家通通不支持，看他们3个怎么办，因为反正会落选嘛。和刚才讲得很好，不一定会赢，可是你不和，连赢了希望跟机会都没有。那赖清德当然不希望你们和啊，所以整天说那个风凉话啊，哎呀什么抽盐汤，请问你民进党的民主大联盟是不是抽盐汤啊？奇怪，你可以民主大联盟，我们不能在野大联盟。就刚才那个你们大家所想的，民进党人可以穿短裙，可以 cosplay， 可以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都可以那个不用这样讲，就是穿短裤，对，都可以热舞啦。热舞，对。那奇怪，为什么舞团不能热舞？我想不通啊。那你说这个物化女性，那民进党物化女性的历史可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民进党有嘴攻把人哈，没嘴攻改基啊，这很糟糕的一个程度了哈。其实最重要的哈，民调哈，大家都是各信各的，也没有关系。但是切记的，不要拿出来互相攻击。这一点很重要哈。你要内参也好，外参也好哈，内参就自己高兴就好了哈。那外参就给大家评鉴啊，因为你竟然没有拿出了像 TVBS 为什么有公信力？他每一次拿出来就告诉你我抽样多少，什么时候抽到多少，男女比例多少，各县市比例多少，人家会从这个比例里面去检讨说你有没有认真做民调嘛。那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你的细节，你只告诉我们谁赢谁。就自己开心就好了，不要拿出来咱们这个唱歌跳舞的啊，这倒是不必。所以朱立伦也自己知道讲错了，所以马上8月1号讲错，8月5号就修改了。那民众党说7月31号到8月5号他们做了，他们成绩不错，那可见那个唱歌的事情没有受到影响。那我有功劳啊，8月2号我访问你们柯文哲浏览率已经超过100万啦，对不对？那你怎么不讲我2句好话？那以后不理你了，我跟你讲。所以要跟他们讲一下，修正一下啊，要把委员的功劳也要掺上一笔啊！来请教赖老师。
我看到新闻了啊，就是民进党在攻击柯文哲的舞团的时候，我坦白说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这样子批评女生舞团他们要怎么穿衣服，更何况他们穿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对啊，然后把他们批评成这个样子，对于这些女生是一个伤害。那我觉得民进党没有理由去伤害这些女孩子啊，我看了当时我就很不以为然啊。同样的道理，这个民进党的女生要怎么穿也要尊重嘛，也没有必要去攻击、批评、伤害他们啊，这个都不好。可是我觉得我对于所谓的内参民调，内参民调是给自己做参考，一旦公布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那一定是战术性的运用。所以它的参考价值就完全不具备了。为什么？因为毫无意义了，也毫无价值。为什么？因为它是作为战术使用的。是。所以不管是民进党，不管是国民党，不管是民众党，只要公布内参民调，那个都是假的民调，没有任何意义的民调，而且这样做反而会伤害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这个民调是假的。你为什么要公布这个假的民调？你如果要公布真的民调，你就把民调公司，你就把你的样本，你就把你的这个问卷的内容，你就把你的时间都全部公布。如果你没有完完整整的公布，而且你要公布，你就公布你所有曾经做过的内参民调。你不要选择1来公布，2、3、4、5不公布，选择6来公布，7、8、9不公布。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你对你自己没有信任。所以任何一个党只要公布他的内参民调，我都说是假的。不然你就来跟我证明你是真的啊。是。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说，民进党的这个副秘书长叫做黄健嘉啊，我现在知道他的名字了，叫黄健嘉。这个人，我觉得他没有历史记忆，他的历史记忆有问题，因为才没有几年。当时柯文哲要出来选的时候，就是柯文哲跟民进党在搓原子汤，搓完了以后就一组人出来，叫做柯文哲跟国民党来对打。这个才没几年了，8年多前的故事嘛，哈。那也就是说，才8年多前，而这位民进党的副秘书长竟然没有历史记忆，然后说现在蓝白是不是在搓原子汤？我觉得你要批评蓝白搓原子汤，你就先批评你自己民进党当初怎么跟柯文哲搓原子汤，你当初怎么把柯文哲养大的，自己先讲清楚说明白。不过我认为蓝白合的问题，我是不太同意这个郑元兄跟韩彬的说法。我觉得选民自己做决定。是，也就是说，候选人彼此之间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柯文哲跟赖清德的民调很接近，而且是在5%的范围内，弃保效应绝对会发生。如果是侯友宜跟赖清德民调很接近5%内，弃保效应不会发生。是，我觉得白色阵营的他们的选票移转给蓝营的可能性很低，但是蓝营的把票移转给白营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由选民自己来决定。是赖老师的说法也是一种说法哦。白色的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对，就高知识的分子啦，大概啦哦，好像这个看起来票的移转的这个动向比较难，这个我也听过这样的说法。